7日，2026年米蘭冬奧會開幕式正式舉行。開幕式現場，超模領旗、T 台動線，各國高定隊服神仙打架。不少看完的觀眾都表示，這到底是冬奧會還是時裝週啊？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2月7日，聖西羅體育場的燈光徹底點亮。2026年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在這裡正式啟幕，而身為時尚之都的米蘭自然沒放過這個機會，他居然乾脆把開幕式辦成了一場米蘭時裝秀，每支代表團出場都像一場小型時裝發布會。比如東道主意大利，為了致敬去年離世的國寶級設計師阿瑪尼，特意請來了60名超模，身着阿瑪尼定制的紅白綠3色套裝，邁着整齊劃一的步伐入場，一步步拼出巨幅意大利國旗，視覺衝擊力拉滿。要知道，阿瑪尼向來是意大利奧運代表團的老搭檔，從倫敦奧運會開始就多次為意大利設計服裝，這次超模登場致敬，也算圓了一份設計情懷。而壓軸出場的超模維多利亞·切雷蒂一襲純白阿瑪尼禮服，手捧國旗緩緩走來，把意式優雅揉進了每一步裡，現場掌聲瞬間響了起來。巴西隊則交給了蒙克利爾操刀，還拉來本土設計師合作，把山地基因和巴西文化狠狠融合了一把。旗手身披白綠相間的披風，走動間披風晃動，內襯藏着的巴西國旗隱約閃現，巧思十足。其他隊員穿的藍綠配色套裝看着好看，實則兼顧了禮儀感和實用性，畢竟要應對冬奧的寒冷天氣，好看也不能凍着。當然，中國隊的出場服也沒輸陣，冰瓊藍配雪山白的主色調，一眼就貼合冰雪賽場的氛圍。這套衣服是由李寧設計的，款式不張揚，卻藏着不少中式小心思，比如拉鏈、袖口這些地方都繡着雙聖紋，低調又有辨識度。而這身衣服一亮相，中國隊藍羽絨服好看的話題就迅速衝上熱搜。不少網友調侃，這才是中式時尚該有的樣子，既有顏值又有底蘊，在一眾花哨設計裡反倒成了最亮眼的一抹色彩。當現場播報員用清晰的聲音念出中國2個字，第19位出場的中國健兒在寧忠言和張楚彤2位旗手的帶領下，同時出現在米蘭和科爾蒂納2個賽區的鏡頭裡。就在那一刻，聖西羅體育場徹底沸騰了，歡呼聲、尖叫聲像潮水一樣湧來，把現場的背景音樂都蓋得嚴嚴實實。小編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熱烈，不少現場觀眾自發起身用力揮手。旅居海外的華人華僑高高舉着中國國旗，扯着嗓子吶喊，紅色的旗幟在人群中晃動，匯成一片小小的海洋，看着既溫暖又震撼。誰能不感動呢？這可是中國代表團境外冬奧會參賽規模最大的一次，286人的隊伍裡，126名運動員要征戰7個大項、91個小項的比賽。既有冠軍壓陣穩住軍心，也有67名00後新秀，滿臉青澀卻眼神堅定。最年輕的選手才17歲，第一次站上冬奧開幕式的舞台。2006年都靈奧運會，中國健兒身着藍色戰袍登場的畫面還留在很多人的記憶裡。如今他們再次踏上這片土地，冰瓊藍的戰衣與當年的藍色戰袍遙相呼應，一場跨越20年的冬奧對話就這麼悄悄展開了。可同樣是在開幕式上，有人被滿場歡呼簇擁，有人卻遭遇了實打實的冷遇。沒錯，小編說的就是美國副總統萬斯。在美國運動員代表團入場時，身着白色外套的他們收穫了不少歡呼聲和口哨聲。可當鏡頭從運動員身上切換到看台上的萬斯夫婦時，畫風瞬間變了。大屏幕上，夫妻倆舉着美國國旗，臉上掛着微笑。可僅僅幾秒鐘，現場就傳來了清晰的噓聲，還夾雜着哄笑和嘲諷聲，哪怕現場音樂震耳欲聾，這些聲音也清晰的能聽得見。In an individual sport, what an honor for her. There is the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and his wife Usha. Ooh, those are not. Those are a lot of boos for him. Whistling, jeering, some applause. By Israel. Israel.
有意思的是，不同媒體的報道還出現了分歧。紐約時報輕描淡寫說只有零星噓聲，可同樣捕捉到這一幕的加拿大廣播公司解說員卻直言不諱，說現場噓聲可不小，除了噓聲，還有口哨聲、嘲諷聲，偶爾夾雜着零星掌聲，反差大的有點好笑。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噓聲風波最後居然傳到了特朗普的空軍1號上，有記者也沒客氣，直接貼臉開大，追問特朗普對這件事的看法，而特朗普的反應倒也直白，先是一臉意外，接連反問這是真的嗎？嘴裡念叨着讓人很意外，隨後又趕緊給萬斯辯解，說他畢竟是在國外，在美國國內可沒人噓他。只不過他這套辯解網友們可不買賬，有人直言這分明就是轉移話題，不去正視噓聲背後的原因，反倒把鍋甩給外國觀眾，實在站不住腳。也有人吐槽，就算是在異國他鄉，能被這麼多人噓，本身就說明問題了。身在國外這4個字根本算不上什麼合理的解釋，頂多是個借口罷了。米蘭冬奧的中國精彩遠不止開幕式上的歡呼與喝彩。開幕前夕，央視頻聯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技術局推出了一部讓人眼前一亮的米蘭冬奧會宣傳片《冰雪之上》。沒曾想，這片子剛一上線就被一台國產人形機器人搶了風頭。宣傳片的取景地選在了新疆阿勒泰，那地方可不一般，既是被世界認證的人類滑雪起源地，更有着零下47.4攝氏度的極寒考驗。就是在這樣的生命禁區裡，羽數G1人形機器人完成了一場近乎科幻的表演。在宣傳片中，他全程不用人工預設，也不需要外界干預，憑着自己的本事，踩着沒過膝蓋的積雪，在茫茫雪原上一步一步往前走，一走就是13萬多步，總里程達104公里，差不多是2個半馬拉松的距離。一路上他避開雪坑，找準路線，穩穩當當不跑偏，最後用自己的機械足跡，在雪地上繪出了長186米、寬100米的冬奧報道標識，18600平方米的冰雪巨作鋪展開來，那種震撼感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說起來，小編第一次看這段畫面時還下意識懷疑是不是 AI 生成的，畢竟這操作實在太超出預期了。要知道，智能機器人行業的常規測試下限也就零下30攝氏度，而零下47.4攝氏度的環境裡，普通電子設備開機都費勁，更別說讓機器人完成這麼複雜的任務。再看看國外的機器人，到了零下10來度，要麼電池直接罷工，要麼關節凍得紋絲不動。反觀羽數G1，在阿勒泰的極寒天氣裡，全程穩扎穩打，一步都沒掉鏈子，這份實力是真的讓人嘆服。當然，羽數G1能做到這一點，靠的可不是運氣，全是實打實的硬功夫。這款機器人是2024年5月發布的，身高127厘米，體重35公斤，搭載着23到43個關節電機，關節最大扭矩能達到120牛米，靠着模仿與強化學習，不管什麼複雜地形都能適應。最讓人驕傲的是，從低溫鋰電池、防凍關節模組到核心算法、環境傳感器，它身上的每一個部件、每一項技術都是100%中國血統，沒有一絲一毫的外來技術依賴。更讓人驚喜的是，這款創下世界紀錄的人形機器人定價居然只要9.9萬元起，這一下就打破了大家對高端機器人天價的固有印象。不少網友調侃，原來機器人離普通家庭這麼近，說不定再過幾年它就能像冰箱、洗衣機一樣，成為中國人的下一個大家電。而且羽數G1可不是只會走直線的笨機器人，它還能完成側空翻、動態站起等高難度動作，運動能力和智能水平都處在全球第一梯隊。2025年，它的出貨量就超過了5500台，量產能力也完全跟上。硬核實力配上親民價格，也難怪網友們會直呼驚喜。值得一提的是，羽數G1之所以能精準地繪出那麼大的冰雪標識，背後還有個神助攻，那就是北斗衛星。北斗系統提供的厘米級實時導航，可以讓羽數G1的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哪怕在茫茫雪原上也不会迷路。可能有人不知道，這份來自外太空的精準定位早就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大家每月交的幾十塊錢網費裡就藏着這樣的服務，說起來是不是挺意外？
此外，宣傳片裡那些震撼的畫面全是由吉林1號衛星拍攝的。這顆衛星大家可能有點印象，之前因為拍攝台北市區的高清圖像火遍全網。他拍一張高清衛星照片也就千把塊錢，便宜到牧民都能請他幫忙找牛，很難想象吧？曾經遙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如今居然這麼親民，也難怪網友們會感慨，原來大國重器離我們這麼近。而在阿勒泰的極寒雪原上，中國科技的身影可不止這一處。國家電網的電力保障覆蓋到了這裡的每一個角落，哪怕為一個偏遠小村子通電網要花上億元的投入，當地的電費也依然保持在5毛錢一度。正是這些默默的支撐，這些不為人知的付出，才讓極寒之地也能綻放出科技的光彩，才讓语数之一的創舉有了實現的可能。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